那过去2年呢，市场一直担忧的，因为储蓄耗尽导致美国的消费动能难以为继的猜测。那对于这个说法呢，我们也不断的告诉大家，财讯美股笔记将完整解读财经作家艾谢克在财讯双周刊的独家专栏内容，精准解析总经趋势与美股脉动。嗨，大家好，我是 Francis 陈队。今年1月和3月2次联准会鲍尔主席从鹰转鸽不同立场的发言，引起市场不小的动荡。但是呢，在3月联准会转鸽之后，股市呢却不涨反跌。面对这种混沌不明的局势，艾谢克又有什么看法呢？那这一集呢，我们会从联准会准备降息开始谈起，接着呢来追踪各种数据来确认总经趋势呢是否改变，最后呢来分析一下之前我们比较少提到的美国营建数据对美国经济带来的影响。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虽然1月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还停留在 3.1%， 没有降到2字头，不过呢 CPI 呢是民意调查的数据，如果我们来看用实际经济行为的价格变动计算出来的 PCE， 也就是呢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年增率，却已经走出不同的方向咯。那1月的名目 PCE 年增率只剩下 2.4%， 核心 PCE 呢也降到了 2.8%， 都在慢慢的往目标区间靠拢。那按照目前的趋势呢，名目 PCE 年增率呢大概呢会在今年的第2季就能稳定压制在 2% 到 2.2% 左右的水平，而且呢在今年第3季降到稍微低于 2% 的水平。那至于图表中的服务业通膨数据呢，虽然稍微高一点，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度担心，因为呢具有领先指标性的 ISM 服务业价格指数在2月呢大降了 5.4%， 这是从去年3月以来的单月最大的降幅，代表呢在经过冬季之后的服务业物价走势呢已经明显走缓了。那所以呢最快3月最慢5月联准会呢就会启动这轮降息循环的第一次降息了，避免呢通膨进一步的走低到过低的水平。那目前呢美国的就业市场整体来看呢还是维持稳定的状况，初领失业金维持在半世纪以来相对最低的水平，那新开职缺呢还是维持在800万以上的水准。那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呢，相对于小非农 ADP 数据，过去7个月来大约平均在13万左右的水平，非农呢平均大概是在22万人呢，还是明显过高了。而且呢这还是在2月非农把之前2个月一共下修 16.7 万人后的结果，那原始数据呢差距应该会更大。所以呢艾谢克认为，因为2个数据的差异太大，暗示呢非农在未来持续下调数据呢可能性很高。那如果呢我们来参考 ADP 小非农的数值，美国的新增就业呢已经回到联准会最希望看到的10到15万的最佳月增水位，显示呢既能够维持经济增长，又不会过度刺激通膨。那所以呢在通膨已经不会成为隐忧的情况下，为了让这轮良好的就业情势呢继续维持下去，联准会呢势必呢会在未来的一个季度进行适度的宽松，避免就业市场进一步衰弱到10万以下的水平，造成经济衰退的风险上升。那过去2年呢，市场一直担忧的，因为储蓄耗尽导致美国的消费动能难以为继的猜测。那对于这个说法呢，我们也不断的告诉大家，因为实质可支配所得增长高过消费增长，再搭配呢理想的储蓄水平，美国的消费动能呢是不会受到高通膨和利率环境影响的。那现在回顾起来呢，明显的我们才是站在正确的一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继续追踪各项数据，来解析总经趋势呢是不是有所改变。那不过呢，在分析之前，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呢按赞分享。同时呢，2024年呢也是财讯的50周年，不论您是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或是针对您喜欢的那一集留言来赞助我们，都能让我们持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哦。那我们从最新的数据来看，今年1月的美国实质可支配所得年增长率呢是 2.1%， 实质个人消费支出年增率呢是 2.07%， 两者的水平呢已经很接近了。那可以说呢，所得压过增长的消费力储蓄期呢已经进入尾声了。那我们来参考历史经验，前波景气循环的成长前期，也就是在2012年，也大概呈现相同的趋势。那从成长期的前期呢，转到中后期，美国内需的市场呢，会随着市场的乐观度提升，逐渐的进入透支消费的周期。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加大了消费者的乐观预期呢？除了就业市场稳定扩张、通膨降温、资本市场的荣景之外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联准会的心态上的转变了。那在上一轮成长期循环前期的尾声呢，也就是2012年的9月，联准会启动了第3轮的量化宽松，奠定了后续2年的消费者乐观氛围。那今年呢，面对收入端逐渐赶不上消费端增长的背景下呢，联准会也会将启动降息和逐渐结束量化紧缩的进程，可以说是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哦。未来1到2年的时间，美国经济呢有机会再次迎来成长中后期全面乐观的消费荣景。那虽然说通膨转弱的就业市场稳固有利于货币宽松的环境，但是不是呢会造成经济衰退，导致温和通膨和强增长的金发少女经济形态不复存在呢？那对此呢，投资人也不必过度担心哦。我们从前瞻性的指标 ISM 采购经理人的订单相关指数来看呢，服务业的新订单来到了 56.1 点，创下了6个月的新高。制造业的新订单呢，虽然比1月稍微低一点，但还是1年以来的次佳水平。那在出口订单方面呢，制造业呢则是回升到了 51.6 点，创下了19个月的新高，显示呢海外市场的需求呢正在回温。那对照之下呢，因为服务业的存货指数水准呢只有 47.1 点，制造业呢更是低到只有 45.3 点，暗示呢春季的回补库存需求呢不会看淡。也就是说呢，美国的经济在上半年呢还有机会高度的增长，维持持续不低于 2% 的实质 GDP 增长动能。那最后一项重要的数据呢，也是这轮大循环生产力循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美国的营造支出。基本上呢，以美国这么巨大的经济体来说呢，房地产产业呢虽然很重要，但除了少数如2002到2007年房地产荣景为主导的通膨循环之外呢，我们一般呢不特别看重营建支出对于整体大循环的影响力。那不过呢，这轮生产力循环呢，特别是2000年后启动的这一波以电动车、洁净能源和 AI 带动的新一轮生产力循环，很大的程度出现了高阶制造业制造回流本土的情况。所以呢，这一波制造业营建热潮呢，是不是能够继续，就会是生产力循环是不是能够持续的重要风向球了。那好消息是呢，就算已经出现了连续2年的超高速增长的高基期呢，在进入2024年以后呢，美国的制造业建筑开支增长呢，还是没有放缓。1月数值的年增率还是高达 36.62%， 在商办萎靡不振、新屋开工呢还受限于高利率环境缓慢增长的情况下呢，独立拉抬全美营建支出增长维持 11.7% 的双位数增长。那由于美国新屋开工呢已经恢复了正增长，搭配呢还是超高速增长的制造业建筑开支，我们可以预期的是呢，美国的营造业扩张呢会成为持续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石。总结来说呢，美国的经济未来半年到1年的样貌呢，基本上呢可以归纳出通膨持续下行到 2%， 今年呢启动降息和结束 QT， 内需温和增长和营建需求转为热络的4大趋势。从长期趋势的角度来看呢，这就是大多头走势的最佳组合了。所以呢，我们不用过度关注短期的数据变化或是特定的突发事件，而是呢，应该要把握这些短期的回档持续偏多的操作，才能在2024年上冲下洗的市场中稳健布局，欢喜收割哦。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美股笔记。财讯粉丝们，您认为联准会今年会启动降息循环吗？ A. 会，避免经济衰退的风险上升。B. 不会，避免通膨死灰复燃等不确定因素。C. 变数太多，无法判断。那欢迎留言讨论你们的想法，那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